韩立来到小林天，真的只是为了送一个少女回家吗？当他在石仙云面前问出素女轮回宫的来历，当冰封密室中的月仙子收到传讯时，手指轻颤，一门功法连接两界，一次救援牵引前缘。咱们书接上回，韩立冷冷望着眼前的景象，并没有继续追赶的打算。他正要转身回船舱时，身后天边忽然传来破空之声，3道刺目盾光如惊鸿般急射而来。韩立双眼微眯，停在船首，静静望向后方，不再移动。片刻之间，3道光华收敛，现出1女2男3名绿林族强者。他们一见四周死伤众多的族人精锐，脸上顿时又惊又怒。3人虽然料到对方神通广大，族中精锐难以阻挡其前行，但在能够借助绿海之力的情况下，仍有如此大的伤亡，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从他们稍作商量到追来，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带着3名绿林族将目光投向韩立，又不禁相顾一惊，皆从同伴眼中看出了骇然。韩立淡淡扫了他们一眼，同样看出这3人不过合体中后期修为，并不值得在意。绿林族其中一人深吸一口气，愤然开口。他既惊叹人族竟出现大成修士，又问韩立名号，并指责他身为大成前辈，对后辈下此狠手，实属以大欺小。韩立不置可否，只说阻拦他行程之人若不稍加惩戒，反会被同阶道友耻笑，至于姓名则无需告知。另一魁梧男子听出他话中似有外来之意，脸色顿变，追问韩立是否来自外界。韩立只淡淡回应未置可否。接着那瘦长脸男子寒声说道，若韩立真是外界来人，为小林天诸族出路，他们3人需将他留在绿海。韩立似笑非笑，直言3名合体修士也敢口出狂言，莫非是倚仗可继父的古树祖灵？魁梧男子闻言瞳孔一缩，推测韩立并非误入此界之人。韩立只嘿嘿一笑，不再答话。最后那绿林族女子厉色一闪，提议召唤祖灵附体，以3敌1，为族群未来必须擒下此人。另外2名男子点头同意。通过以前的一系列战绩，3人对古树祖灵的威能可是近似迷信，即使面对一名小林天从未出现过的大成存在，也是颇有信心的。接着3人同时左臂一抬，外面罩着长袖同时碎裂而开，各自在胳膊上显露出一幅栩栩如生古树图印。3幅古树图印各不相同，一棵古树苍苍翠翠，枝叶茂盛繁密；一棵古树笔直高大，浑身银光灿灿，枝叶如剑；最后一棵古树则五颜六色，绚丽之极，枝头开满各种大小不一的奇花。祖灵现身，3名绿林族人另一手同时一掐法诀，各自低喝一声，顿时3条手臂上青蒙蒙霞光一卷，各有一棵持许高小树虚影浮现而出。下方密林中天地元气骤然间移动，无数绿丝从各种树木中溢抽而出，然后潮水般往绿林族手臂上浮现小树虚影狂涌而去。瞬间功夫，3棵小树虚影表面绿光狂闪，一圈圈的疯狂巨长，最终化为了100余丈高的参天巨木。那3名绿林族人在原处凭空不见了踪影。3棵巨木主干上一阵模糊或各自浮现出一张脸孔来，仔细一看，3张脸孔五官赫然是消失的绿林族2男1女。这就是古树祖灵，果真有趣的很，好精纯的木灵气。韩立感应着3棵巨木散发出的强大气息，脸上一丝讶然之色闪过。这时3棵巨树一阵模糊扭曲后，又幻化成3个外形各异的巨人。一个巨人留着满头披肩绿发，身穿一件青色木甲，两手赤空；一个巨人身材苗条一些，被生一对艳丽光翅，手中握着一口绿蒙蒙巨剑。最后一个最高大巨人则披着一件长满倒刺的银色甲衣，两手各握一柄银色巨锤。这3个巨人方一幻化而出，其中披发巨人立刻嗡嗡地说道：“阁下现在愿意束手就擒，还来得及。我等只是想让道友暂时滞留数日，说清楚进出此界的入口所在后，就可自行离开。否则等继父祖灵一旦动起手来，我等也无法控制甘为，万一道友陨落在他们手下，可就悔之晚矣了。”好大的口气！不要说你们只是借助一些外力，就是真正的大成境界者，在我眼中也算不上什么。不过这种继父秘术倒是颇有些意思，等我拿下你们，自会好好研究一二的。和他废什么话？人族原本和我们绿林一族就是对头，既然以为自己是大成存在，就敢小瞧我等，那就让他见识一下古树祖灵可怕。另外一名身材苗条些的巨人当即发出怒声的低喝。此话方一出口，3名巨人当即真不再言语什么，大步一迈，直往墨林巨洲七进而来。站在巨手顶端的韩立望着脚踏虚空轰隆隆走来的巨人，却笑了起来，袖子一抖，一声霹雳，一道银色电弧从袖中一闪的弹射而出。等电光一敛后，一名青年倒是面无表情的在一旁浮现而出。谢兄，你功法正好克制这3棵古树祖灵，就交给你一人应付了，最好给我活捉其中一个。韩立吩咐了一声。木属性强者，很好，交给我一人足矣了。谢道人扫了远处3只巨人一眼，微微点了下头，当即单足一踩，轰的一声，
道人就在无数银狐缭绕中向3只巨人一冲而去，并在途中迎风一掌，化为了一头树木大小的黄金巨蟹。此巨蟹2只前肢只是往前虚空一探，再猛然一张口，一道银色雷柱一喷而出，并一个闪动后就出现在了苗条巨人近前处。高大巨人和披发巨人则上空波动一起，2只巨鳌虚影则在一片银狐缭绕中一压而下。3名古树祖灵所化巨人自然一惊，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对方召唤出的一个存在动起手来竟然这般干脆，而且还是他们最为忌惮的雷属性神通，当即纷纷一领各斩神通抵挡起来。高大巨人手臂一动，手中2只银色巨锤一下幻化出无数锤影的往压下巨鳌虚影一砸而去。披发巨人则2手一捏法诀，体表青色木甲上灵光一闪，忽然幻化出无数巨型藤蔓，交织闪烁的往高空一拧，就幻化成一张巨网往头上巨鳌一兜而去。至于苗条巨人，面对已经到了近前的银色雷柱，却满脸凝重的将手中巨刃往身前一横，顿时巨刃表一阵扭曲后，一下化为了一面绿蒙蒙巨盾，表面明印有无数灵纹，笔直的挡在了身前处。3只巨人处传出惊天动地的连绵巨响，大片银狐纷纷浮现而出，又化为一团团电光的爆裂而开。这时巨大黄金蟹一声低吼，背部硬靠上忽然无数银色雷纹漂浮而出，飞快一聚后就幻化出一个巨型雷阵。此雷阵只是滴溜溜一转，就一声轰鸣的没入虚空，不见了踪影。下一刻，3只巨人上空剧烈波动一起，巨大雷阵就在无数电弧缭绕中浮现而出。黄金巨蟹身形一晃，也无声地出现在其上，并一滚之后就此融入其中不见了。轰隆隆声一响，巨大雷阵徐徐遗落而下，下方当即传出了3只巨人惊怒之极的吼声，一股股狂暴气息一冲而出，但和巨大雷阵一接触，纷纷被更恐怖的雷电之力撕裂粉碎。下一刻，雷阵就化为一座雷云的将3只巨人彻底淹没进了其中。一时间，里面霹雳声大起，巨人低喝腹痛声不断，还能隐约看到一团团光霞在里面不停爆裂而开。韩立目睹这一切，微微一笑，毫不犹豫地转身向船舱走去。以谢道人连魔界3大始祖都有几分忌惮的神通，区3名伪大成怎可能真在其手中支撑多久的？更别说2者功法的克制之效了。故而才只看了一下争斗的开端，就放心之极地返回船舱了。果然，一个盏茶功夫后，船舱大厅外脚步声一响，谢道人就神色如常地走了进来。正在大厅中椅子上默默参悟招法诀韩立，当即一抬手冲其笑着问了一句：“道友将他们全都斩杀了？”“当然没有，韩兄不是要求我留一个活口吗？”谢道人淡淡说道，袖子一扬，一个银色小瓶一飞而出。韩立单手虚空一招，就将小瓶一把抓到了手心中，神念洞穿屏蔽的往里面一扫后，只见瓶中隐约可见一个萎缩一团的数寸高原鹰，看容颜正是那脸孔瘦长的绿灵族男子。韩立点点头，露出了满意的神色，没有再追问其他2名绿灵族强者的下场如何，直接手中灵光一闪，就将小瓶收进了储物镯中。外面魔灵巨舟一颤之后，就再次向前激射而去了。这一次，绿灵族中再也没有什么人敢现身阻挡巨舟的行程。没有多久，有关绿灵族3大强者被异人族大成灭杀消息顿时传扬了开来。与绿灵族相邻一族一得知此消息，均都大惊，纷纷派出人手四下打探此消息真实与否。再过一段时间，整个小灵天被此事彻底搅动了开来。而这时，墨灵巨舟早已飞出了绿灵族控制的区域，直奔小灵天另一端的人族居住地而去。数日后，人族领域内一座几近万丈的巨峰之巅，古朴石殿中聚集着数名人族强者，正围着一张石桌，神色凝重的交谈。在场的3男1女皆具备合体期以上的修为，其中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大汉扬声追问消息是否属实，是否真有一位人族大成修士将那3名绿灵族长老连同古树祖灵一并灭杀。身旁白发苍苍的老者捻须回应，虽然探子未能进入绿海深处，但从各族反应来看，此事多半属实，否则绿灵族不会在短短数日内匆忙撤回所有人手，做出彻底封灵的姿态。对面的蓝袍美妇却皱眉表示，在小灵天中，人族从未诞生过大成存在，以往没有，往后恐怕也难有。此时，一名面容冷厉的男子提出不同看法，提醒众人别忘了月仙子，以其从炼虚期迅速修炼至合体大成的惊人资质，或许真有希望打破小灵天无人族大成的传说。蓝袍美妇听到月仙子时神色微动，但仍摇头认为，即便月仙子资质卓绝，在小灵天灵气不足的情形下，要进阶大成仍不太可能。冷厉男子则坚持认为，对月仙子而言，至少还存在一线机会。白发老者平静的插话，称若月仙子真能进阶大成，对人族自然是一大幸事，但以其目前状态，仍需数百年积累才可能尝试冲击瓶颈。他随即询问月仙子是否能参与此次聚会。先前一直沉默的枯瘦男子此时淡淡开口，表示虽月仙子正在闭关，无法亲至，但相关情报已送至其闭关之处，相信不久便会有回音。
白发老者闻言点头，称如此大事若缺了月仙子共商，他心中难安。接着他转向众人，询问这位突然出现的人族大成究竟从何而来。蓝袍美妇挑眉推测，对方十有八九是从外界闯入的大成修士。黝黑大汉附和此说，并指出若此人确为人族大成，应来自灵界，且既然能进入小灵天，必然掌握离开之法，这对小灵天人族而言，无疑是前往灵界的千载良机。冷厉男子眼中闪过一丝炽热，接着说道：唯有在灵界，人族才有一丝进阶大成的可能。以往各族虽曾发现离开此界的出口，却无人能承受通道中的恐怖界面之力。若这位大成真是从外界自行闯入，的确是人族难得的机缘。白发老者却老成持重的提醒，众人对灵界所知有限，此人是否真来自灵界，是否却为人族修士，尚属未知。但他可以肯定，此人多半会来人族聚居之地探查，因此必须有所防备，以免对方不顾同族之情而另怀歹意。冷厉男子眼中寒光一闪，表示赞同，并指出此人能斩杀绿灵族三大古树祖灵，神通必然深不可测。届时唯有请月仙子出面，才可能与之抗衡，毕竟他是人族中实力最接近大成的存在。枯瘦男子闻言皱眉，欲言又止地提到月仙子目前正在闭关的关键阶段，恐怕难以立刻出关。就在这时，忽然大殿外轻鸣声一响，一道银光激射而来，几个闪动后就到了众人上空，一个盘旋后化为一口银色小剑的往众人石桌前移去。在银色小剑上赫然横插着一枚淡白色玉简。众人见此情形，不禁神色各异起来。白发老者略一沉吟后，就一抬手将玉简从银色小剑上一下下，小剑一颤之后，就在化为一道银光的破空离开，一个闪动后就在殿门消失的无影无踪。其他人目光唰的一下，全落在了白发老者手中之物上了。老者则将玉简往额头上一贴，就微闭双目的将神念往其中一探而去。片刻功夫后，老者神色一动，面露一丝喜色的睁开了双目。果然是月仙子的飞剑传书，月道友已经许诺，等那名大成一进入人族居住区域，会和我等去见一见此人的。如此太好了，有月道友一同出马的话，我等就安心多了。枯瘦男子闻言，露出大喜之色的说道。其他人也同样神色为之一松。接着众人在商议了一番后，就纷纷离开石殿，开始做一些准备起来。另外一处隐秘山谷内，一座被层层寒冰封住出口的密室中，一轮皎洁如月的银轮上，一名身材苗条的白衣少女盘坐其上的静静参悟着什么。少女身形仿佛雕像般的动也不动一下，但隐约透露出一种说不出的绝世风姿，微微低垂玉质般脸庞则被一种淡淡银光笼罩，让人无法看清真正容颜。大半个月后，人族居住区域边界处一道连绵山脉上空，轰鸣声一响，一艘小山般黑色巨舟从高空中一掠而过，几个闪动后就朝人族居住区域深处激射而去了。下方山脉中一些中低阶修士见到此情形，不禁目瞪口呆起来。常年身处小灵天中的这些人族，又何曾见过这般巨大飞行法器？不过一些有心人在一发现黑色巨舟的瞬间，立刻通过一些特殊法器将此消息直接向后方传送了出去。故而魔灵圣舟虽然极其惹眼，但在人族区域高空一路疾驰之下，却没有任何人上前阻挡或盘问什么。2日后，黑色巨舟在飞越一片宽阔的湖泊后，在数座青翠异常的小山间停了下来。韩前辈，那里就是家母的洞府所在。此地除了我和母亲外，还有其他几位叔伯姐妹居住在其他山峰之中。一个充满无比喜意的少女声音从高空巨舟中传了出来。接着银光一闪，朱果兴奋之极的从巨舟上一冲而下，并直扑其中一座小山而去。看来这丫头是真的想家了，否则不会情急到连招呼不打一声就直接出去了。一个轻笑的男子声音也在巨舟上响起。韩师，果儿以前从未离家过如此之久，这一次终于能够返回得见亲人，自然有些真情流露了。另外一个恭敬之极声音也传了出来。话音刚落，空中淡淡青光一闪，韩立带着花石老祖出现在了巨舟前方，并居高临下的打量着这几座小山。这时朱果儿一个闪动后，直接没入山腰处一面石壁中，不见了踪影。韩立微微一笑后，就此在高空中静静的等候起来。此刻的他自然能感应到其他几座山头上有人正在用某些法器悄悄观察着自己和身后巨舟，这时心怀忌惮之下，并未敢直接现身出来而已。足足一顿饭功夫后，朱果消失的那处石壁上蓦然光霞一闪，从中走出了一名穿着素雅的少妇。此少妇一看容颜和朱果儿有6、7分相似的样子，而其旁边紧抓的一名两眼微红的少女，则正是先前进去的朱果儿本人。晚辈石仙云拜见前辈，听果说这一次多亏前辈相救，才能在外保住性命，晚辈实在感激不尽。少妇抬手往空中的韩立和花石老祖身上一扫而过后，当即带着朱果儿遥遥一拜而下。你就是朱果儿母亲，修为果然不弱。起来吧，我这次来除了送朱果儿回家外，另外还有些事情相问一二的。韩立在高空中一扫少妇的炼虚修为后，神色微微一动后，从容开口说道：是，
前辈先请到洞府一叙，陋居虽然没有什么灵茶灵酒，但还有几种外界不常见的灵果，希望前辈能够品尝一二的。少妇起身后，恭恭敬敬地言道：“哦，既然你有此心，那韩某也不客气了。花石，你先留在外面吧。”韩立点了点头，又冲旁边花石老祖一声吩咐。花石老祖躬身答应一声后，就立刻化为一道遁光的飞回了巨州。韩立则脚步虚空一踩，直接一个模糊的在高空中消失不见。下一刻，石仙云旁边波动一起，韩立身形就无声地出现在了近前处。前辈，请。少妇神色一惊，但马上恭敬地在前面领路起来。转眼间，石壁上霞光一闪，三人就再次没入其中不见了。与此同时，相邻山头的山腹中，数名人族修士聚集在一间大厅中，正通过一面光蒙蒙法镜，全神贯注地看着外间发生的这一切。真是果儿这丫头，她竟然从那黑色非洲上下来的。这么说，另一人就是那名传闻中的大成存在了。一名儒生打扮的中年人将目光从法镜上一收而回后，轻呼一口气地说道：“果儿妹妹已经失踪许久，想不到这次回来竟会和那名大成扯上了关系。我等现在要怎么办？要不要去通知族中的那几位前辈？”旁边一名看起来年纪不大的青年则迟疑一下地问道：“哼，此周来时这般大动静，你以为我们不发消息，那几位前辈就不知道此事了吗？算了，这位大成前辈既然能和果儿扯上关系，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姑且在这里观察一下再说吧。”儒生脸色阴晴变化了一会儿后，才哼了一声地说道。其他人闻听此言，也都点头地表示赞同。差不多的一幕在附近其他山头中同样上演着。这时，少妇已经引着韩立穿过一条青石走廊，来到了一间布置朴素典雅的石厅中。厅中四角各自放着一个形状古朴的石鼎，里面各自点燃着一根黑黄色的不知名檀香。等韩立在中间一张木桌旁石椅上一坐下的时候，少妇在旁边啪的一声，两手一拍，当即大厅偏门中白光一闪，一头雪白的尺许高松鼠竟前肢顶着一只巨大果盘的走了进来。此灵兽双目乌黑灵动，虽然身躯有些摇摇晃晃，但偏偏肢体落地间无声无息，只是几个晃动就敏捷地到了桌上，并将头顶果盘异常熟练地放了下来。然后此兽双目盯着韩立，发出滋滋的悦耳声音，一只毛茸茸大尾巴则在身后左右扫动不停着。雪儿不要使性子了，快歇下去，回去后我自会给你一粒开元丹的。少妇目睹此景，脸色一沉，口中训斥地说道：“呵呵，有些意思。这是一只雪松兽吧？即使在灵界也是很少见到的。看他样子，似乎离灵智完全开启也只有一步之遥了。既然这样，我就助他一臂之力吧。”韩立见此情形，微微一笑。话音刚落，他袖中手指一弹，一颗拇指大小丹药化为一股药香的弹射而出。桌上雪松兽一闻此药香，目中闪过激动之色，毫不犹豫的身形一纵而起，一口就将药丹药吞进了腹中，然后一个翻身的落到了桌下处。片刻后，小兽发出一声低吼，浑身毛发根根倒竖，雪白皮毛瞬间转为嫣红，就地翻滚间，体内传出爆竹般的闷响。少妇一惊，不禁脱口询问这是何故。一旁的朱果儿却欣喜地解释，让母亲不必担心，说这是雪儿的机缘到了。这时，小兽气息骤然凝聚，竟比先前强盛了几分，颤巍巍重新站起后，进口吐人言，向韩立表达感激，谢他赐药助己化去口中横骨，否则凭自身修炼，至少还需1000年。韩立摆摆手，淡然表示，这也因其灵智本已大半开启，否则单凭丹药难以至此。少妇脸上骇然之色一闪，亦向韩立连连称谢，随后挥手让小兽退下。那雪松兽前肢伏地，再次向韩立恭敬行礼，才恋恋不舍地退出大厅。少妇接着恭敬说道，自己已从果儿处得知前辈来历，庆幸女儿不幸落入魔界后竟蒙前辈相救，否则母女恐无再见之日。他又询问韩立有何事相询，称自己必定知无不言。韩立不慌不忙答道，救下果儿虽是机缘，但最初引起自己注意的却是他自身缘故。他转而提及少妇修为自元婴境跃升炼虚，询问其间是否亦有奇遇。少妇坦言自己原就处于元婴后期，后却遇机缘方能接连突破2大境界，勉强跻身炼虚。但他对韩立所言果儿自身之事仍感困惑。韩立一笑说，看来果儿先前未及详述，便表示由自己亲自说明。少妇心中凛然，肃然表示愿闻其详。韩立问起果儿所修素女轮回功，少妇是否知晓。少妇微怔，看了果儿一眼后，坦然承认此功正是自己传授。韩立平静追问，少妇本人主修功法却非常见的清气诀，他想知道这套素女轮回功从何人手中得来。少妇面露迟疑，坦言此功却由另一位前辈所授，但自己曾立誓，在果儿未将此功修至一定境界，且未经那位前辈同意前，不得将其姓名透露给第三人。韩立闻言微微一笑，从容再问传授者是男是女，并宽慰说，若此法诀主人果真是自己所想之人，则彼此关系亲近，是友非敌，自己正欲与之一见。少妇犹豫良久，终于咬牙透露传授者却为女子。
他表示，若韩立真是那位前辈旧时，自己可破例传讯，询问其是否愿意见面。毕竟韩立是大成修士，又曾救下果儿，想来对方不至于怪罪。但若对方拒绝，自己便无能为力。韩立面露笑意，称此乃自然，请少妇如实告知自己情况和姓名即可。无论结果如何，自己都将记住这份人情。少妇连称不敢，言前辈对果儿之恩，已难报答万一。他随即从袖中取出一枚玉佩状法器，以指为笔，飞快书写术语，而后五指用力将其捏得粉碎。顿时点点白光从粉末中移散的闪入虚空中。同一时间，那座被冰封出口的神秘密室中，盘坐银轮上的白衣少女忽然轻移一声，纤纤玉手一抬，身前波动一起，数行白色光纹一下诡异的浮现而出。少女只看了2眼，身形竟轻轻颤抖起来，一只袖子往身前一抖，这些光纹全都凭空的消失不见，一根纤纤玉指则在原先虚空处飞点指了几下，有数枚白色光纹浮现而出，再一闪的也没入虚空不见了。与此同时，密室外的山谷上空破空声一响，数道刺目惊鸿竟匆匆忙忙地从远处激射而来。另一边，正站在韩立一旁静等消息的少妇，袖中一阵嗡鸣声响起，当即一抖，从中另取出一块玉佩来。此玉佩上数个淡淡文字正在徐徐地流转不定着。少妇仔细一看下，顿时大喜之极地冲韩立说道：“韩前辈，那位前辈答应明天一早就过来相见了。”韩立一听这话，面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闪过，冲少妇谢了一声后，就开始向其打听一下小林天一些情况来。虽然小林天有些事情他早就从朱果儿口中得知了一些，但现在从少妇这里知道，自然更加清楚和具体一些。